Hello，大家好，欢迎观看 STM32 入门教程。从本节开始，我们将一起学习 STM32。那在本套视频之前呢，我已经发布过一套5幺单片机的入门教程。STM32 相比较5幺单片机还是有一定的难度的，所以如果你是完全没有接触过这方面技术的同学，那我推荐你先去看一下5幺单片机的入门教程，这样学习 STM32 会简单一些。在本套视频里，为了方便大家理解，我可能经常会拿5幺单片机来举例比较，所以如果你有5幺单片机的基础，那就再好不过了。好，那我们就正式开始本课程的学习。首先看一下课程简介。第一条是程序纯手打手把手教学。在本套视频中，除了一些比较固定的代码，比如延时函数、显示屏函数等，我会直接提供给大家。其他的关键部分代码，我都会亲自给大家敲出来，一步步的演示工程是如何建立的，程序是如何调试的。根据我自己学习时候的体会呢，手打代码的教程和对着现成的代码讲的教程，学习的感受差别会很大。如果你只是对着现成代码讲的话，那我听完后仍然不知道从哪里下手，是吧？但是如果是一步步演示的话，那我至少可以把程序现象做出来，最终对每一步的意义都会有着更加深刻的理解。所以虽然 STM32 的代码会比较多，我还是会坚持把它们都手打出来，争取给大家提供一个最好的学习效果。那第二条呢，就是 STM32 最小系统版和面包版的硬件平台。在本套视频中，我们的硬件平台就像这个图片所示的一样，我们将 STM32 最小系统版插在面包板上，作为基本的硬件单元。下面插上一块 0.96 寸的 OLED 作为调试和显示的屏幕。那看过我5幺单片机教程的同学应该都知道，我对中置显示屏还是情有独钟的。在调试程序时，我们可以把程序中的变量显示在这个屏幕上，这样调试起来就会比较方便。那针对这个显示屏呢，我同样也会和5幺单片机的那个一样，给大家提供一个现成的程序哈，调用方法和参数定义和5幺单片机的那个也是完全一致的，这样可以方便大家快速入门这个显示屏。那右边的 ST-Link 是插在电脑上用于下载程序和供电的。LED 按键呢插在最小系统板的两侧，其他的一些模块，比如这个是分明器模块，则是用杜邦线来连接的。带插针的模块则会跨接在面包板的中间，然后再进行连线。使用面包板能够完成任意电路的连接，连线和修改都是非常方便的。相比较成品的开发板方式呢，使用面包板更有利于我们对硬件电路的学习，而且也可以避免开发板的一些问题，比如引脚冲突、引脚无法更改等。当然，使用面包板也会带来一些问题，比如你程序现象不出来，不仅可能是你程序的问题，也有可能是接线的问题啊。这就需要我们在连线的时候要更加细心一些，关注软件程序的同时，也需要关注一下硬件电路啊。但大家不要过于担心，因为我们本次课程的硬件都会使用一些小模块来连线，整体上来说硬件电路还是非常简单的。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本套课程所需要的硬件设备。首先是 STM32 面包板入门套件，套件里的东西就是这个图片显示的这些哈。这个套件里的东西不是很多，但是作为 STM32 的入门套件是完全没有问题的。这个套件的获取方式呢，我会放在视频下方的简介里，大家可以看一下哈。第二个设备就是 Windows 电脑，这个相信大家学习 STM32 的话应该都是有的。那这个电脑呢，尽量选择 Windows 系统的，因为我们的编程软件还有一些小工具都是在 Windows 平台的，选择 Windows 的电脑会方便一些。最后呢，就是再准备一些工具，比如万用表、示波器、镊子、剪刀等。万用表可以很方便的检查电路的连接情况，因为我们使用的是面包板搭接的电路，可能会存在接错线或者接触不良的情况。如果有个万用表，就可以很方便的测试电路的连接情况。示波器可以测出引脚的电压波形变化，在 PWM 实验或者通信协议的时间能看到波形，那对我们的调试程序将会有很大的帮助。但是这个示波器还是比较贵的哈，如果你财力有限的话，也可以不准备示波器。我们最终的现象都会在硬件电路上呈现，
没有示波器对最终的现象影响不大。那下图这个是我目前正在使用的虚拟示波器啊，这个可以插在电脑上，在电脑屏幕上显示波形。当然像实验室里的那种台式示波器或者逻辑分析仪也都是可以的，能看波形就行啊。最后的镊子剪刀是方便我们面包板插线的，也可以提前准备一下。然后我们看一下软件设备，本套教程学习 STM32 使用的是 KO5MDK 这个软件。KO5MDK 是用来给 ARM 系列的单片机编程的。之前学习51单片机用的软件是 KO5C51，KO5C51 是用来给51系列的单片机编程的，所以这两个软件是不一样的哈，相当于 KO 软件的两个子系列。所以如果你电脑上安装的是 KO5C51，那这个是不能用来开发 STM32 的。但是不用担心，已经安装了 C51的，只需要再安装一个 MDK 即可。如果你啥都没安装，直接安装 MDK 也是没有问题的。关于软件安装的部分，我会在之后的课程再讲。然后我们来大致的看一下我们这个套件的东西啊。这一块呢，就是我们的面包板，其他的模块和导线都是插在面包板上完成连接的。那这个面包板怎么用的，我们到时候再讲。然后左边这一盒是面包板专用的跳线，这种跳线比较短，可以贴在面包板上插线，比较适合长时间插线的情况。那上面这一闸呢是面包板的飞线，这种线比较长，也方便挪动，比较适合经常挪动的接线情况。下面这两排是杜邦线，分别是公对母和母对母的，可以用于插接一些电路模块。那这个就是我们本次的主角 STM32 最小系统板了，上面这个黑色的小芯片就是 STM32， 我们主要就是学习这个小芯片了。然后右边这个是 0.96 寸的 OLED 显示屏模块，用于显示参数和变量。这个显示屏是一个4英角版本的，现在网上卖的有4英角和7英角的，所以不要弄错了。然后我们接着往下看，这个蓝色的元件是电位器，主要用来进行 AD 转换实验的。下面这个是按键，我选的这个按键是这种2英角的小按键，它可以正好跨接在面包板的引脚插孔和电源插孔之间，连接非常方便简洁。这边几个五颜六色的是 LED 灯，用来做点灯实验的。那我争取让大家都成为点灯大师哈。左边这个是 ST-Link， 用来下载程序和供电的。下面这个是 USB 转串口模块，使用这个模块就可以使 STM32 和电脑进行串口通信了。这个是有源分明器模块，它是内置震荡源的哈，接上电就可以响。相比较无源分明器模块需要不断翻转 L 口的操作方式，那这个就方便多了，基本和点灯一样简单。那我们再看一下右边这4个模块，这4个模块是一些传感器模块，电路基本上是一致的。那第一个是光明电阻模块，下面的4个引脚有2个是用来供电的，还有2个是光明电阻信号的模拟输出和数字输出，这个可以用来进行 L 口读取实验或者 AD 实验啊。第二个是热明电阻模块，也是有模拟输出和数字输出的。第3个是对射式红外模块，这个模块配合遮光片可以用来计次，或者配合编码盘用来测速。第4个是反射式红外模块，这个做过雄踞车热应该清楚，它可以向地面发射红外光，然后再用红外接收管接收地面反射的红外光，通过判断接收光的强度，就可以大致的识别出地面的颜色变化了。然后下面这个是 W25Q64 Flash 存储模块，它可以存储数据，并且呢，它是用 SPI 总线进行通信的。我们主要用它来学习 SPI 通信。这个是 MPU6050 陀螺仪和加速度计啊，它可以测量芯片自身的姿态，像4轴飞行器上一般都会配有陀螺仪和加速度计。这个模块是 F1C 总线通信的，我们主要用它来学习 F1C 通信。右边这个是旋转编码器，
它可以输出两路正交的放波信号，用于指示旋转的方向和速度。STM32 里面有专门的编码器电路，可以很方便的识别这种信号。那这个模块可以当做一个快速的按键来使用。当然，我的主要意图还是用它来模拟编码器的测速啊。现在的编码电机一般都会配备霍尔传感器或者光电传感器，这些传感器的输出和这种旋转编码器是一样的，所以学习一下旋转编码器就可以了哈。而且这种旋转编码器还比较方便的插在面包板上，而且还比较便宜哈。那下面这个是直流电机和 TB6612 电机驱动模块，可以用来进行直流电机的 PWM 调速实验。右边这个是 SG90 舵机，它也是用 PWM 进行控制的，它的输出端可以像传舵一样，根据我们给定的 PWM 信号的占空比固定在某个角度上，这个可以用来做一些机器人啊或者机械臂的关节。那本节的课程简介就介绍到这里，有关套件获取、资料下载、课程安排等其他信息呢，请关注视频下方的简介。